众所周知，这是1秒钟。客观上，1秒钟的长短是固定的，但是它带给每个人的体验是不同的。大家好，我是 Polly，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俄国短篇科幻小说《沙漠奇遇》。夕阳西沉，绽放出几束余晖，和大地告别。考古学家米哈伊尔站在2座巨大无比的雕像旁边，他环顾四周的沙丘，隐隐觉得这里有什么东西发生了改变，但是他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他盯着2座雕像仔细端详，他回忆起5年前，当时在准备学位论文答辩的他去参加了沙漠考察队。在第3次前往沙漠古城遗迹的途中，米哈伊尔和另外3位队员因为掉队而迷了路。这时他们偶然在沙丘之间发现了这2座雕像，那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雕像，男人略高些，雕像的脸是用粗线条雕刻的，五官大都难以分辨，唯独一双轮廓分明的眼睛在脸上异常突出。菱形的瞳仁，虹膜上的青筋和直愣愣的睫毛十分醒目。雕像的身材很不匀称，躯干和胳膊很长，2条腿又短又细。他和队员们始终无法确定雕像所属的时代。米哈伊尔无论如何都忘不了他第一次看见那雕像眼睛时的感受。他呼吸急促，呆若木鸡，无法将目光从那眼睛上移开。他像是受到某种外力驱使，梦游似的向雕像走去，直到撞上一座雕像的脚，他才停下。米哈伊尔和队员费罗多夫都觉得在这不太自在。费罗多夫还偷偷做了一件考古工作最忌讳的事儿，他从女性雕像的脚下敲下一小块样本，打算带回去研究。显然这种物质不太寻常，它有着某种涡形纹路，表面还蒙着一层天蓝色的液体。几天后，一架飞机发现了迷路的考察队员，将他们接走，而米哈伊尔他们也许下了早日重返沙漠研究雕像的愿望。可是不久后，卫国战争爆发，米哈伊尔上了前线，费罗多夫也在一次实验室爆炸事故中去世。爆炸正是在他研究那块雕像物质时发生的。一位实验室助手说，那东西像是一种活性极强的酶。正是这样，易燃物质突然起火爆炸。战争结束后，米哈伊尔重新回到了往日的生活中。他得知先前有另一支小队也去过那个沙漠，但是并没有找到雕像，或许他们被流沙覆盖了。所以米哈伊尔组建了一支新的考察队，他们先是飞到列宁纳巴德，从那儿进军沙漠。也是在那里，他从向导们的聊天里听到了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说很多个世纪以前，一群加兹鲁夫族人为了躲避敌人而背井离乡，在沙漠中迁徙跋涉。由于炎热和干渴，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在这种情况下，部落的酋长把一个年轻的女孩作为贡品来祭祀神灵。他念念有词，说着祷告语。突然，迁徙者们发现有一块东西飞离太阳，直奔大地而来。眼见它越来越大，变成一柄弯曲的火箭，迁徙者们都以额触地，捂着耳朵，害怕听到那令人心惊的怒嚎和呼啸。就在这时，一阵可怕的飓风袭来，顷刻间只剩下了3个幸存者。这3人又在沙漠中跋涉了14天，他们看见远处有些熠熠发光的山峦，光秃秃的样子就像互相衔接的巨环。他们惊恐万分，狼狈逃窜，在沙漠中又流浪了不少日子。最后仅有1个人死里逃生，向人们讲述了这一切。于是伊斯兰教的教士们发布了一条禁令，所有商队都必须绕道而行，不得经过那些圆环所在的圣地。如果行人因迷路走进那些圆环，哪怕离他们5箭之遥，都会死于莫名其妙的疾病。而米哈伊尔也在一位古历史学家的手稿里找到了这一传说的一些依据，由此他猜测那些雕像或许是某个外星文明造访地球留下的标志。但这个假设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奇异之处。最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是，从未有人谈起过有什么神秘生物从沙漠中走出来。如果真有外星来客，他们肯定会对这个行星的居民感兴趣，并且试图沟通的。他们的飞机在沙漠上空找到了雕像，现在米哈伊尔再次来到了雕像前。这5年里，米哈伊尔经历了许多动荡、战火、死亡。对于军官们而言，在前线的1年可折合4年军功。事实上，这1年抵得上10年、20年，甚至整个人生。他回想起5年前自己探索的古城遗址，他在废墟中的房屋里找到了一个普通妇女的石膏头像，这是一个一名雕刻家所留下的一切。米哈伊尔在设想自己会留下什么，研究成果、论文、孩子，这些东西都会记录下一小段历史。无论如何，他们总是指引着通向未来的道路。
米哈伊尔看着两座雕像，整整5年，时光像沙子一样从他们身边流逝，带走人间的欢乐与痛苦。但是他总觉得这里发生了某些变化，但他看不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取出一张照片，那是5年前他在雕像前的留影。不，这不可能，不可能！米哈伊尔把目光从照片移向雕像，然后又移回照片。照相机是不可能出错的，而他的眼睛也并没有看花。照片上，女雕像笔直地站着，两手下垂，而眼前她改变了姿势。她两膝微屈，一只手伸向脚边，伸向被敲掉一块的地方，而男雕像则向前跨了一步，朝女雕像侧过半边身子，仿佛在庇护她。右手伸向前方，握着一件武器一样的东西。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除了雕像，米哈伊尔脑中再无其他事物。一个又一个知识在记忆里闪过。大象可以生存几十年，而某些种类的昆虫却只能活几个小时。但是如果对某只大象和某只昆虫一生的动作分别进行统计，结果可以表明它们的数量是几乎相等的。新陈代谢和生命持续的时间并不固定，它们因物种而异，差异幅度极大。挺栗属植物的全部生长过程在5-6周内即可结束，但红杉属植物却要生长几十年。对地球上的生物而言，生命所持续的时间相去甚远。一种生物与另一种生物相比，差异就像1天与10年或100年相比那样悬殊。老鼠把食物全部消化掉，最多不过需要1到1个半小时，而蛇却要几个星期。某些细菌的细胞每隔1-2个小时就发生分裂，而很多高级组织的细胞却要好几天才能分裂一次。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生命周期。对于动作迅速的蚂蚁来说，软体动物简直如同化石。一个中心思想已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两座雕像纹丝不动地矗立在他面前，但他已知晓这静止不过是一种假象。他还揣测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雕像，而是来自其他行星、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它们由另一种材料构成，它们有自己的时间。我们这儿的100年，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瞬间。他们那的生物界的运动过程也是按一种节律，一种较慢的节律进行的。这个女人感到脚上疼痛，并开始对此做出反应，竟用了5年时间。男人则用了5年才向前跨了一步。这5年里，米哈伊尔经过了漫长的生活历程。他在战火里体验了爱和恨，而这些雕像的神经脉冲却缓慢地沿着他们的神经系统向前传送。这令人难以置信，但米哈伊尔清楚，自然界一切皆有可能。再过上几十年，我将死去，我的孩子也会死去，但他们依旧如故。我们的所有苦难、快乐和艰辛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只会对许多代人的共同事业做出正确的评价。他们会做出正确的评价吗？几年前，人们不怀恶意地给那妇女造成了痛苦。那男人举起了武器，但他什么时候才射击呢？还要过多少年？几百年、几千年，在遥远的未来，人们将要为自己的祖先的错误付出代价。这又是什么样的武器呢？它的杀伤力强吗？怎么才能制止它伤人呢？地球上的生物要对付这些天外来客是轻而易举的，他们可以击落那个男人手中的武器，也可以用钢缆把这些生物绑起来。归根结底，谁的时间推移得快些，谁就将取得胜利。可是怎样去和这些天外来客交往呢？怎么去了解他们的故乡，并向他们介绍地球呢？今天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要过几十年才能被他们理解，而等待他们的回答又需要几百年。更何况双方哪怕要取得最起码的互相了解，也必须提出许多问题，这样就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些由祖先提出的问题，对后人将失去意义，他们将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样又要过去几千年。这对天外来客来说只不过是一刹那，但对于地球人却是许多个时代。米哈伊尔现在不敢去考虑自己的生命期限，他是多么微乎其微，一瞬即逝，如同沧海一粟。他的生命这么微不足道，他算是什么呢？为什么而活着？身后又能留下些什么呢？米哈伊尔抬起了头，不是所有人都能回答这最后一个问题，但他却能回答。他会留下他的事业，他的时光并未虚度。这5年来，他变得如此聪明和老练，他领悟到了从前不能想象的事情，他识破了雕像的奥秘。现在这位学者领悟到，他的忧虑是多余的，
地球人一定能找到与天外来客交往的办法，那些今天还办不到的事情，明天一定能够成为现实。后人一定能加快天外来客身上的生命进程，而他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生命一样，不会受到任何期限的制约。确切来说，这个期限要由个人自己来决定。有人生活的平庸，另一些人生活的丰富。瞬间这个概念是非常相对的，人生的1秒钟并不是钟表的滴答一声，而是人在这1秒钟内所做的事情。这1秒钟可以是无所作为，也可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牛顿提出他著名的定律时，他那一瞬间抵上几百年。达芬奇的1秒钟也不仅仅是钟表计量的结果。1秒钟内，地球运行一定的路程，风掠过一定的距离，蚂蚁爬过一小段路。人可以根本不介意1秒钟时间，也可以用1秒钟时间按电钮将火箭送进太空，可以无聊地打一个哈欠，也可以发现一条新的自然规律。时间是自然界的万物之主，而人则是自己时间的主人。米哈伊尔陷入了沉思，这些天外来客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一生中做了些什么？比他做的多些，还是做的少些？沙漠尽头红火的地平线正在渐渐地暗淡下去，唯有一长束橘红色的余晖告诉人们，太阳是被不可抗拒的时间送走的。天外来客洒下长长的身影，和米哈伊尔的影子交叠在一起，他们彼此对峙着，他们都是高级生物，差异悬殊而又如此相似。是啊，只有他们，因为是有理性的生物，才能不受时间的约束，使自己的生命或者毫无价值，或者流芳百世。这个小故事写于1961年，现在60多年过去了，不知道男人手里的武器是不是已经进行攻击了呢？身处21世纪的大家又能想到什么和这2位外星来客高效沟通的方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奇思妙想哦。在这个故事里，人类是时间推移更快的一方。若是某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个比我们更快的文明，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价值观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身处1961年的作者希望大家能把握每一秒，创造出超越时空的价值。但是身处快时代的我们，想将1秒回归于1秒的平静都并非易事。更快和更慢都不应该是文明发展的趋势，有没有创造出超越时代的成就，也不应该是评价生命价值的唯一标准。人是自己时间的主人，更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无论你是喜欢紧张刺激的快生活，还是享受放松休闲的慢节奏，评价自我价值的权利都应该把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蚂蚁和蜗牛可以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不同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呢？人与人的沟通可比故事里人类和雕像文明容易得多。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不妨给我点个赞，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